能得意马蹄疾，年少有为开奥迪。各位老板，恭喜您成为奥迪车主，愿4环星辉照亮您的视野。然后你说哪4环啊？人家说1环有媳妇儿，2环有房子，3环有事业，4环有车子。这台车子，各位领导，它就是奥迪 A6L 的 C9。你可以说它是第6代，如果你要从奥迪100开始捋的话，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第9代。A4 现在已经变成了 A5L， 但是 A6 的那个地位它是在的，所以在大家的心里还得是那个 A6 子。就是以前你认识 A6 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是从1988年当时的 C3， 那会儿还叫奥迪100的那辆车开始，是不是大家小时候都见过？当然也有可能就是1988年你还没有出生，但是在你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 ，A6 绝对是不可以磨灭的一台车，是不是？或者很多人觉得说，哎，我就记得那个圆屁股的 A6， 是宝子，那是当时的一个 C5， 所以现在它已经是 C9 了，而且它是咱们国内啊第一个这种国产豪华车，就是大家一提到这个印象，那它绝对是排第1的，而且它也是第一个加长的车。反正你一想到商务、行政、豪华，你肯定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 A6。咱刚才回顾了一下经典，但那些习惯了看 A6 的同学，现在的这一代你来感受一下，就这个眼睛啊，它要比以前来的细了很多，然后可能你会一下子有点不适应啊。这里边是48组，而且它里边这儿呢已经给你融入了这种金属，里边还有那种金属的网，就这灯的细节绝对很多。但我觉得它有点那个不怒自威，就感觉铁眼皮儿就这么始终盯着你的那种感觉。再有就是咱们已经在 Q5啊或者 Q6 上其实已经看到了这套语言，你要是一直关注奥迪的话，你应该看的也比较习惯了吧。海外版的 A6 和 Avant 都已经上了，咱们说一点灯上不一样的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4环。咱们国内版已经可以点亮了，而且两边的灯带这一块都可以点亮，它也是现在的这个 C9 这一代很明显的一个标识。然后咱们来看整体啊，现在的这一代车就是整体是灯往上提了，然后感觉车标也都往上提了，然后整个的中网就往两边咧得更开了。咱们现在的这个是一个偏运动版的，就是整个的这边的中网都是黑色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啊，就是这中网要比以前或者说 RS 的就是各种黑色的那种交织的中网要来的更高亮一点，就是它跟咱们现在的这个传奇黑的颜色非常的搭。它这个传奇黑和茉莉白这2个颜色是整个全球市场都有的，然后它还有几个颜色是只有中国市场有的，比方说一个深阳蓝的颜色，还有一个香槟黑的一个颜色，然后还有一款银色。我们现在就是4个棚啊，把就是不一样的这些颜色给大家放在这儿，大家来感受一下 A6， 你觉着哈哪个颜色最经典？反正以前大家的印象就是买 A4 就买白的，买 A6 就买黑的。今天是不是还是这样？在中国市场呢是2套前脸，咱们的这个是运动版的前脸，就是整体的都是熏黑，然后它上面的这些不是大家以为的奥迪的蜂窝，它都是各种 L 然后叠在的一起，整个很经典的中网的感觉。它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智雅版，那个版本就是整个都是高亮的，然后有那种点点的这种金属动感型，整个轮毂也是一个黑圈，然后它是一个20寸的，我看了一下，就是 B 柱这边写的这个圈有18的、19的、20的和21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倒是也挺好看的。反正我现在感觉说这个 A6 就是动感型是非常有那种年轻的 feel 的，然后它的这个侧面整体的都是这种黑窗线，侧面说是车身尺寸5.14米的车长，这车1.87米宽，是不是很合适？然后轴距是3066，这个车高是在1.46米左右。然后你可能会想说，哎，跟那些532的尺寸比，宝子们，咱们这是加长了。你要看海外版啊，这个轴距和这个车长跟 A8基本上都差不离儿了。然后半隐藏的这种门把手，但是它不像咱们那个就是做的都是可以抬起来的那种半隐藏，它的这个就是你3秒之内连拉2下，它就能触发它的机械功能。你比如说，要是有人说连着这种很着急的话，它其实连着开，它就已经触发了。
车尾啊，尾标也发光了，但是你看啊，咱这衣服是红的，它其实不是红，它这个尾灯就是稍微淡一点，有种偏粉的这种感觉。反正看奥迪肯定是离不开灯的，它的尾灯做成了一个分体的，它侧面的这一块啊，这是它的刹车灯，然后整体的这个流水的转向灯这么一大条，它还是在的。再摇板，你看这个，你感没感觉说？哎，怎么这一代的 A6又有点圆屁股的感觉呢？就这一部分真的，整个的那个车顶的弧线有点像 TT。我倒是觉得，要是看车尾盖的话，或者看那个前机盖的话，你倒有点能找到 TT 的感觉。咱们看后备箱，后备箱啊，整体挺平的，就这一块也有那种感觉老欧洲车的这种感觉。然后它这下边是没备胎的，就是带了一个泵，然后这就是它整体的这一块的盖的这个起伏了。然后你在这儿就能看出来，这台车的2排座椅是整体不能够放倒的。但是其实它整体的，包括你开后备箱的那个门拉手，就熟悉的感觉就都来了。它是一个很深的，就是原来欧洲车的那种后备箱的一个深槽，不是那种就是一个小方片的那种感觉。必须啊，在这儿给你看看两边的真排气，用我同事的话说叫真男人。反正就是你只管踩油门，剩下的交给 Quattro。那个小尾标还是在的啊。然后这一次它不让咱们动科，但是海外版啊，就是各种灯效还是挺炫的，必须给你们放一段。打开车门一坐下，你就说啊，燃油车的地板真的是低，而且就这个坐姿啊，就这个坐垫，真的，咱别聊别的臀点低，就这坐进来掉进坑里的感觉，你就明白了，这就是奥迪味儿。而且一进来一闻到那种皮子的味儿，真的就是奥迪车主，你一定在懂我在说什么，所有熟悉的那个味儿就向你扑面而来。还有就是扑面而来的就是满眼都是屏，5块屏，算上 HUD 啊，算上手机头屏，而且这个屏还是整体向驾驶员一侧斜的。它这个调光天幕是 PDLC 的，首先调的速度快，再有就是它是可以分几块分别来调的，就是跟咱们这边的这个整体的氛围灯它是一个联动。反正它气氛上就是还是有一些的，就是不光说能够帮你遮光的问题，还有就是 BO 的这个小音响，哎，这个标它给你放的很巧妙，16个喇叭是标配，可以升级到20个。然后现在里边这些应用啊，就是各种国产的都支持，然后你语音叫它什么方言的都行，里边微信都有了。2排啊，祖传的这个大鼓包它也还是在的，这个是吧？大家都懂的，传动轴这个没有办法啊。但是整体的氛围空间上啊，尤其是地板的这一块，真的朋友，你好好的比一比，就这个整体的车门侧面的门槛的那个深度，就是它对腿的那个承托的各种角度，确实是舒服，因为它整个底下是不带电池的。然后它的这边整体车门上的这种皮质的氛围灯，包括这边的一些小的漫反射和金属的氛围灯，包括前座椅后方的这些氛围灯，非常有感觉。而且它整个的头顶都是这种感觉像翻毛皮的这种材质，内饰颜色总共是有3个，我们看看能不能找齐，给大家放一个。然后中间的这个大的扶手给你放下来感受一下，还是这样啊，上面有一个储物，前面是杯架，真的这杯架升起来的感觉就是还是那个味儿。所有的感觉上的东西啊，就是你有一些很熟悉的东西，也有一些你不认识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台车真的坐着太舒服了，这地板。说一下动力啊，它还是 EA888，但是现在的这个第5代了，然后它也是带就是保时捷的那个可变涡轮截面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现款的这个奥迪是咱们国内就是奔驰宝马现在已经都没有国内的 3.0T 了，这台车还带 3.0T 的，而且是839，这个是不是感觉说哎可以？然后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平台啊，它是燃油车，所以说它是 PEC 的平台。然后如果你要是看电车的话，像 A6L 的 e-tron 那个就是 PE 的平台，那个跟保时捷是同平台的。它是有全流转向的，而且也是带空悬的，空悬的调节范围是30。还有它在国内的智驾用的是咱们的华为乾坤，它也是前面是2个激光雷达的版本，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A5L 的那个智驾水平。另外这台车会很快就上，大概3月底4月初的时候就上了，所以同学们可以等等。就是现款肯定是优惠很大，如果说新款上了的话，你可能就要等等它放假了。再有就是有一些奥迪粉们，
就是新一代的 Q7也马上就要来了，而且像 SQ8呀、像 Q9啊，或者像 S5的这些 Avant 有很多的新车。结尾呢，跟大家征集一下，就是你跟奥迪的这种回忆杀的故事。我们相信，不管你是70后、80后、90后，或者是00后，可能在你的记忆当中都会有一台A6。